如果你在寻找一种能够稳定增加销售，同时又能够加强与客户联系的方式，那么邮件营销是你的最佳选择。而对于新手来说 Kit 平台它是入门的理想工具，它简单易用，帮助你轻松上手，快速的实现邮件营销的自动化。这期影片我就带你全面的了解 Kit 这个平台，教你如何去设置邮件营销的自动化，让你的业务运营更加高效，营销的效果事半功倍。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放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那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Kit 这个平台。Kit 它是一款非常适合于新手去开始邮件营销的工具，它要提供非常多强大的功能，比如说自动化的邮件发送、订阅者的管理以及高效的数据分析。无论你是想发送单封的广播邮件，还是说你想建立完整的邮件序列，Kit 都是能够帮助你轻松搞定的。它的界面也是直观简单，让你不用担心技术的门槛，轻松设置并且开始营销。接下来我们首先看一下 Kit 它的定价结构。这个呢就是它的付费计划，那你是可以看到呢，它是能够让你去免费使用的，它很大方，让我们免费版本都是能够积累到1万个订阅人数的。但是它也有限制，就是如果说你想做更多的自动化的需求，那它自动化的限制呢，就是你只能做一个序列邮件，然后呢一个就是营销漏斗，其他呢像什么创建页面啊、创建表单啊、发送邮件啊，这些都是无限可以使用的。对，所以说如果你对邮件营销是刚入门，然后你的要求不高的话，这个免费计划我觉得是暂时够用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去有更多自动化的系统，那你就要去升级到这个 Creator 计划。这个$25一个月呢，它是能够让你去积累到1000个订阅人数的，它是按照你的订阅数去来调整的。比如说你现在只有300个，或者是它是300个是第一个阶段，那就是$9一个月，也不贵。然后呢，你就能够去做无限的自动化的这些序列邮件了。如果说你不想要它的那个 Kit 这个品牌的标志，那这个免费计划肯定是有 Kit 品牌的标志。那当你升级到这个付费计划之后，你这个就没有了。然后还有第三方的这个软体的那个链接都是有的。接着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Kit 平台里面，做出一些基本的设置，让你能够最大化的去发挥 Kit 平台它的功能。界面呢，它其实就很简单，这上面就是菜单栏，它有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积累成长，那积累成长呢就是让你可以手动的去加入订阅人数，然后呢还有创建那个 landing page 就是单独页面，然后表单这些，然后就发送邮件呢，你可以发送单独的广播邮件还有序列邮件，然后自动化这些，然后它也是能够让你去销售你的数位产品的，这边也是能够销售。然后你一开始呢在这边它会有一些步骤让你去完成，你就按它，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加入你的名单，如果说你没有名单的话呢，你就不用管它，这是让你去从你其他的平台，或者是你知道你的朋友他的具体的 email， 那你可以手动的去加入。第二个呢就是让你去自定义你的邮件的模板，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品牌的元素，然后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你可以看到你点击进入之后呢，你可以就是找一个模板，然后定义一个模板。那你可以看到 Kit 是提供给你很多这些邮件的模板。那通常来说呢，我会使用这个只是文字的模板。那如果说你想要其他一些比较有设计感的这些邮件的模板，那你可以选择这些。这个就是写你第一封邮件，然后这个是发送你第一封邮件。Snippets 就是它能够让你去重复利用你邮件里面的一部分内容，然后你可以保存它，然后你之后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不用管它。如果要去做设置的话 ，OK， 右上角这边呢，然后选 Settings。首先就是 Login Details， 就是你们在注册账户的时候呢，就已经输入这些信息了。你可以上传你的头像，然后呢，名字，这是你邮箱。一开始呢，我们要去来到 General 这边 ，Business Name 就是你的有没有自己的品牌名称、公司名称。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就用你自己的名称也是可以的。这没有关系，因为 Kit 它是有一个你的个人的页面的，然后呢它会显示这个名称，然后呢底下就是你的品牌的颜色，
如果你加入到这边了之后呢，你在之后编辑你的邮件的时候，你是能够快速的去加入这个品牌的颜色。比如说你在这边加了红色，然后我还有蓝色，再来一个绿色，这是我的品牌颜色。之后我就能够快速的把这些颜色去运用到我的那个邮件里面。还有 Save Links， 就是你可以加入你的社群媒体，然后或者说你有那个线上商店，还有呢你的其他的网站，这样呢就是会展示到你的这个推荐的这个页面那边。这如果你一开始没有的话，你就不用去关心这些。但是这两个你是可以填的。Account Details 这边呢 ，Email Address 这个 From Name 呢，就是当你发送给观众你的邮件之后呢，他们看到的名称是这个，那你可以修改一下。比如说我只想是我的名字，然后这个呢是他们看到的发送的邮件地址是从哪里发来的，是这个。然后呢，你要去确保这个状态是确认的。当你注册你的账户的时候呢，他会给你发一封邮件，你要去在那封邮件里面点击确认，这边的状态呢就会显示确认。但这边他有提示到信件的送达率的问题，因为我这个邮箱它是 gmail.com， 那它是一个免费的，大家都能够注册的。他就说，如果说你想要去提升你的邮件的送达率，那你需要有一个更加专业的邮箱，比如说你的 business， 你的商业的名称是什么？比如说龟森章 @龟森章.com， 那这个就不是在 Gmail 的这个后缀了，这是你单独注册的一个邮件的地址。那这样呢会提升你的送达率。如果说你一开始觉得比较麻烦，你还不想弄这么复杂，但这个也是可以的，但只是会影响到这个送达率。有时候呢它会出现到推广邮件里面，或者是垃圾邮件里面，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平台比较有优势的，就是它会帮助你去提升你信件的送达率。就是当你有超过3000个订阅数之后呢，它会让你去有一个验证你的域名的一种形式，去再次提升你的送达率。那这个如果大家之后需要的话，这边是能够去设置的。然后这个时区还有发送时间，那这边呢就是你可以设定一下。如果说你之后有做一个自动化的序列邮件，就是你设定了他进来的时候，他进来的第几天你会自动发送邮件，那你这边可以选择你是要1周7天都发呢，还是说你周末不想发，那你可以把周末这2天去关掉。然后呢就是你要在什么时候去自动化的发送邮件，那你可以选择时区，比如说香港上午的11点发送，这个就是你设定的自动化的发送时间，这是默认的。当然了，你可以就是每个自动化的序列邮件你都是能够单独调整，但是如果说你不调整的话，那它这个就是默认的，就是这个时间。那底下呢就是邮件地址，那这是法规，你发的所有的邮件，就是你做邮件营销你发的所有的邮件都是需要带一个，就是在邮件的最底下你都是要有个地址的。那这个地址呢不要是你本身的住址，那如果说你不想提供任何你的信息的话，它是有提供他自己的地址，那你可以用它的，你就不用改了。然后呢这个是退订的调查，就是说如果说有人退订了，系统会自动发送一个问卷调查去来收集为什么这个观众要退订。那如果一开始你不想要搞这么复杂，那你就不用去打开它。然后底下一个就是针对欧洲的一些国家，英国呀，或者是瑞士这些欧洲的一些国家的观众，他们进入到你邮件名单的时候，他们要确认，然后呢他会有额外一个页面去展示给他们，这是他们当地的这个法规。那如果说你不想搞那么麻烦，你就可以选择都不展示，或者是你只展示IP 地址来自这些欧洲国家的观众，然后你就点击 Save Changes。 接下来一个呢就是 Domains。 那 Kit 呢它是会提供给你免费的域名，它是带什么 Kit.com， 这个就让你在 Kit 平台上面建立的任何网页都是能够去实际使用的，实际运行的，但是呢就是会带有它的这个后缀，带有它的域名。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已经有购买域名了，那你可以直接去更改成你的这个本身的域名。那这边底下我告诉你怎么去连接你的自定义域名到 Kit 的页面里面，这边可以让你去购买一个新的，或者是你本身已经购买了，那你在这边可以去
做出连接。大家呢需要做出这3个设定，那其他这些都是暂时不需要大家去管的，因为它能够去让你做去做电商，去销售你的产品，然后呢就是一些账单啊这些都不是需要大家去管的。接下来我就展示给你如何在 Kit 平台上面去上传你创建好的名单磁铁，并且制作出收集名单的页面。名单磁铁就是你用来吸引还有收集你潜在客户他们联系方式的工具。通常来说，名单磁铁都是免费提供的有价值的资源，比如说电子书、指南、清单或者是免费的课程，都是能够作为你的名单磁铁的。透过这些免费资源，你就能够去吸引到你的客户来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建立起你的邮件名单，从而为之后的邮件营销打下基础。Kit 平台能够让你去快速的上传你制作好的名单磁铁，同时能够快速生成高转换率的收集页面。我们要点击 Grow， 这边有个 Landing Pages and Forms， 这上面是数据，就是会展示给你每一天有多少人进入到你的邮件系统里面，有多少人退订，这些都会显示。然后这边呢，点击 Create New， 这边有2个，一个是 Form， 一个是 Landing Page。这个 Form 呢，就是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了网页了，那它是能够做出一个单独的表格，然后嵌入到你的网页上面的。那它可以就直接在2个内容之间去加一个表格，或者是一个点开式的弹出式的这个框作为一个表格，或者是在你的旁边的一个表格，或者是置顶的一个表格。那如果说你没有就是现有的网页，那你就要去用 Kit 这个平台它提供的网页，那你要选这个 Landing Page， 就像我这样子，这个就是我用平台所提供的这个模板去做出一个网页，你就要选 Landing Page。那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呢 Kit 是有很多的页面的模板你可以选择的。那你可以 Preview， 就是预览这个页面，你可以在这边去快速的选择。然后这边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它在手机上面显示的样子是怎么样的，这就是在手机上面去显示的样子，然后这是在电脑端去看到的样子。如果说你想选择的话，你就选择这个 Choose。OK， 现在我们就要去编辑我们这个网页了。这个呢就是订阅表单，左边呢就是你要去描述一下你的这个免费的资源名单磁铁它的信息。那这边呢就大家需要注意，在你设计这个页面的时候，你有一些关键点是需要知道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单一选择，观众来到你这个页面上面呢，他要么输入他们的 email 信息去下载这个免费的资源，要么呢他就离开关掉这网页，没有第二个选择了。第二呢就是你需要在这个文字信息里面去展示你这个免费资源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这样才会激励观众他们去输入他们的 email 信息，然后呢去领取这个免费资源。还有呢就是 CTA， 就是行动呼吁，你要去包括一个这个按钮去做这个下载的动作。 OK， 那么现在就可以开始去编辑了。大家在使用 Kit 这个 Landing Page 的这个页面的时候，你要去如果说输入中文的话，你看我输入英文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我发现呢，大家可能应该也会在之后的操作上面会碰到，就是你会发现它是倒过来的。这个是我发现 Kit 这个 Landing Page 输入文字信息的时候它的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呢也不用担心，你可以直接在你的一个其他的文档里面去写好，然后呢在这边复制下来粘贴下来就可以了，这样会就是在这边。然后呢这个是我的标题，免费下载7天健康饮食计划表。然后底下呢就是向那个你的观众展示出这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告别饮食困惑，专业设计的7天的健康饮食计划，能够帮助你轻松的搭配营养餐点，实现健康目标。无论是减脂增肌还是保持活力，这份计划呢都是适合你的。立即下载，开始你的健康生活吧。那我们的文字信息就做好了。那这个呢就是你可以去加入它的图片，加入你自己的人像的图片，这些都是可以的。那这边我就不进行操作了，在这边你可以选择 Edit 或者 Replace， 都是能够去更改的。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表单了。这个表单呢已经给我们做好了一个就是 email 信息的表单，它这边呢是可以输入他们的 email 的。那你可以把它的这个，如果说你主要是针对中文的客户，那你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中文的，你的邮箱在这边它就变成了这个中文的标志。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会收集客户的名字，那你可以在这边点这加号。那这边呢你可以
选择 Custom Field， 然后呢选择这个 First Name， 然后改一下你的名字。那这边呢它就是会显示你的名字，会收集这个内容，然后你可以更改一下顺序。一般来说呢，名字是在上面的，接着呢输入他们的邮箱，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顺序。然后底下这个按钮呢，也是能够去更改它的文字内容的，点击免费领取。那这个呢，就是更改它的文字信息。如果说你要去改一下它的颜色呀，改一个紫色，这就能够改。然后背景的这个呢，你点这个 General Styles， 背景的这个图片也是能够改的。那它有这个 Unsplash， 比如说可以更改一下这个，看它就是更改背景图片了。因为我们是免费的计划，它就底下会有这个 Kit 它的品牌名。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保存了，然后再选择你可以选择这个 Preview， 就是预览你这页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在预览这个页面了。然后呢，你点这个就退出预览，这边点 Publish，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的这个页面的网址。然后呢，我可以点这个复制，然后我们再复制到这边看一下，这个就是真的在运行的这个网址就在这边。然后呢，我们还要做出设定，因为我们刚才已经下载了做好了我们的名单磁铁，那我们需要来到 Settings 这边。第一个设置呢，就是如果说观众他们在输入了他们的 email 还有他的名字之后成功领取了，你需要去展示一个信息，就是告诉他们成功的去输入了这个信息，然后呢有个告知的作用。我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们在输入了信息之后呢，并不是说就是这样子进入到我们的邮件名单系统里面了，他们需要因为 Kit 这个平台呢，它是需要2次验证的，就是观众输入了他们的 email 之后呢，他们会收到一个系统的邮件，说你要去点击一个按钮，然后呢就确认加入到你的邮件名单里面。这个呢就是这个信息，所以呢你就要去改一下，你可以变成中文的，让他们更加知道。请去到你的收件箱，点击确认订阅邮件，并且领取7天健康饮食计划，就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去到他们的收件箱里面去点击一个确认，然后呢也能够去领取这个饮食计划。接下来呢，我们要想着如何把我们的这个刚才做的免费资源，就是这个交付给这个提交表单的观众呢。在这边呢有一个 incentive， 这边有个 download，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上载我们的名单磁铁了，这个我们就可以上载了。然后呢我们就上载了，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去 edit email content， 这个就是他们在提交了他们的 email 信息之后，他们会收到一封邮件，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编辑，默认就是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感谢注册，然后点击底下的这个按钮确认订阅名单。那我们呢是能够去更改一下的，比如说标题在这边呢，这个是邮件的标题，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重要，打开邮件领取7天健康饮食计划表。然后呢在这边文字内容呢我们可以改一下，感谢订阅加入到我的邮件名单，请点击下方的按钮确认订阅，并且呢领取7天的健康饮食计划表。我也会在今后透过邮件的形式和你分享更多健康饮食内容。那这样就是比较清晰了，能够让你的订阅观众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点击这个，然后呢是如何去领取你要给他们的免费资源。然后这个呢是能够改的，然后呢再修改一下，比如说改一下你自己的名字，这边呢就是点击 save。之后呢我会教大家怎么去编辑那个邮件，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形式，你是做出交付，那你可以看就是这样的形式了。然后这样呢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然后就保存，然后点击 save， 然后呢点击 publish。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呢输入名字，然后呢输入邮箱，然后呢点击免费领取，你可以看到就有这样的信息，然后呢在邮件里面再去确认，然后去领取，这就完成了。这个人的信息呢就是进入到你邮件系统里面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在 Kit 上面去发送单封的广播邮件。广播邮件它是一种一次性的去发送给订阅者的邮件，通常可以是一些促销活动或者是通知更新等等。在 Kit 平台上面去发送单封的广播邮件是非常简单的。我们要点击 send， 这边有个 broadcast，
那免费的计划就是能够让我们发送无数封的邮件的。那我们可以点这个 A New Broadcast。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界面哈，它有不同的就是状态。你这边呢，首先是可以查看到你所有的邮件可以在这边，然后 Draft 就是草稿的，当你没有去点击发送或者没有安排时间的都在这边，然后 Processing 就是在处理的，就是还是在处理发送的状态在这边，然后 Queued 就是你已经就是设定好发送时间，安排一个时间去让 Kit 去发送，然后 Published 就是发送完毕的邮件就会在这边，或者说你想之后邮件多了，你想搜索当时发的那个特定的邮件，你在这边去可以输入这个关键词的。那你想创建新的就是 New Broadcast， 一样这边还是有很多模板在这边你可以选择。一般来说呢，我就选了这个文字的，单独只有文字的这个模板。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开始写邮件了。这个呢，就是邮件的标题。邮件的标题呢，就是你要去吸引到观众，就是吸引我的，比如说我想告诉你一个讯息。OK， 这是蛮吸引人的。然后呢，底下呢就可以开始写邮件了。那一般来说，邮件呢开头不是说立马就进入到邮件内容里面，是需要有一个问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在这边去点击这个加号。然后呢，有个 personalization， 这个就是你可以去让系统说，一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加入这个观众的就是名字，我会选择这个，然后选择 add to email， 然后前面呢我会加一个 hello， 那这个呢就是系统它会自己置换这个观众他当时输入的名字是什么，在这边它会那个置换，比如说 hello Alex， 或者是 hello 小苏。这个能够去立马去置换，然后底下呢就可以开始去输入你本身的这个邮件内容了。比如说，最近我刚刚完成了一个重大的项目，接下来我就会告诉你是什么。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去输入你想要去输入的信息。你点击这个加号呢，它是能够去让你去，比如说加入一些标题，比如说你想分不同的标题的话，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有这样的标题形式，然后呢，还有就是加入这个按钮，点击报名参加我的课程，对吧？在这边也是有的。然后呢，就是其他这些有很多内容，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输入文字的话，你就在这边去输入文字。我做出了一门课程，什么的，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想去给单独的加粗的话，在这边上面是文字编辑的。然后呢，你可以修改一下它的颜色，或者是你想单独的去给它加入一个背景的文字背景的颜色呢，在这边可以加的，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可以加，或者在这边是可以加入链接，这边可以加入链接。这边还有 A/B 测试，但 A/B 测试呢，就是你要设定出另外一个标题，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 Continue，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邮件，然后我们可以点击 Continue。这边呢会有两种发送的形式，一种呢就是你发送 email， 这边呢就是你的 email 信息，你的发送的名称是什么，然后你的 email 是什么，然后呢你是否要发送给所有的你的订阅人数，或者是呢你加上一些过滤选项，比如说你当时有定义的，比如说是订阅了你的哪个邮件名单的，你可以选择，或者是你的就是冷的受众，就是很久没有打开你邮箱的这些人，然后呢你可以安排时间，你可以设定一个时间去发送，比如说你可以这样子去发送。然后还有一些高级的，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不需要知道，不需要去操作。然后呢有一个 Publish to Web， 这个呢就是 Kit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就是你不仅能够去发送邮件，然后呢你也可以发送这个邮件去变成你自己的个人网页，这个呢就是能够让你去整理你之前的这个发送的邮件，然后呢你也可以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上面。因为邮件呢是不能够去分享的，只能够去让别人去看的，除非你是截图。但是如果说你发送成了一个网页，那你是能够去分享这个网页的链接的，那别人呢也是能够去看到你的这个邮件的信息的，就这样子。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就可以不要去勾选，然后你直接可以发送你的邮件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发送这个广播邮件的形式。
在你了解了如何在 Kit 平台上面去发送单封的广播邮件，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另外一个强大的功能——邮件序列。邮件序列不仅能够去帮助你定期的和你的订阅者保持联系，你还能够自动化这整个流程，来帮助你节约大量时间。在 Kit 平台上面设置邮件序列也是非常简单的，选了这个 Send， 然后呢点击这个 Sequence。那大家透过我的链接呢，都是能够去获得14天的这个付费版本的这个使用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如果说你想创建更多的这个 sequence 序列邮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是这个免费的版本的话，你只能够创建一个，就是你一直只能够创建一个。那比如说我创建一个新的，这边呢就是文字版本的。那现在呢，我就进入到了这个序列邮件的设定里面。那这个呢是我的第一封邮件，我要去修改它的一个标题。然后这边呢就可以开始修改了，你具体的信息，我会和你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健康贴士。然后底下你可以加入更多你自己的邮件信息，老街也是一样，跟刚才那个广播邮件一样，你可以修改你的文字编辑。那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在什么时候去发送。那默认呢是1天，你还可以0天。0天代表就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观众，我去订阅了你的这个名单，然后呢我会立马去收到这封邮件，这是一个。那如果说你想缓一下，你就1天。这是我序列邮件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可以再加，在这边选择再加，这是第2封邮件。那我想把它设定成在第3天的时候去发送。然后呢就是昨天的健康饮食怎么样，改一下它的标题，你就可以看到这是第2封，它是按顺序的，这是第1天给他发送的这封邮件，这第3天给他发送的邮件，然后这可以再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变成了就是第7天了，第7天给他再发一封邮件，这边改一下标题，然后改一下这个，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第1天发送这个欢迎订阅健康内容，第3天昨天的饮食如何，第7天想让你的饮食更规律嘛。这个就是我的3封邮件在这边，然后你可以 preview， 它就是这样的。然后这是手机版本的这个邮件，我们可以点这个 publish， 这样我们就设定完了。接下来呢，我要去做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去做这个 automate， 然后有一个 visual automations。我们在刚才做完那个序列邮件之后，我们要有个触发的机制，是怎么样的人才会触发这个序列邮件呢？才会收到这个序列邮件呢？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视觉的自动化。来到这边呢，我们需要点这个 new automation。那这个视觉的自动化呢，你免费的版本也只能够做一个，那如果你是这个付费的版本的话，你就能够做无限个。那你可以看到 Kit 它是提供了不同目的的这种视觉的自动化的模板。那如果说你想自己去做，从零开始做的话，你就点这个 Start Building。刚才呢我们有做一个表格，订阅名单的表格，对不对？那我可以在这边是 Join a Form， 然后呢选择这个表格我们刚才做的，然后 Add Event， 你就可以看到这是第1个步骤，就是它需要去首先去订阅这个表格，然后呢再加一个步骤 Email Sequence， 选择这个 Sequence Add Action。也就是说，当他订阅了我这表格之后，立马就触发了这个序列邮件了。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是很直观的。他输入他的名字、他的 email 之后呢，然后进入到这一步，开始触发我的序列邮件了。第1天会收到这封邮件，欢迎订阅健康内容。然后第3天，昨天的饮食如何？第7天，想让你的饮食更规律吗？这3封邮件，这样呢，你就能够去很直观的去看到。你这个自动化是怎么做的？之后有更多工作的话，更多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去给他们加入一个标签啊，或者是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序列里面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自动化的好处，你就能够去让你的系统去帮助你完成很多的工作，而你只需要去设定好一次。就当你未来有产品，或者说你想去和你的观众维护联系的话，你用这些自动化的系统是能够很好的去帮助你去完成的，就不需要你去每天去设定好你发的广播邮件，去设定个时间，这样很麻烦，这些都是自动化去完成的。现在你已经完全知道了 Kit 这平台它的功能了，从设置邮件营销、创建名单磁铁的收集页面，再到设定自动化的邮件营销系统，这些功能都将会帮助你更加轻松的去启动还有优化你整个邮件营销的流程。如果你想进一步的提升你作为创造者的营销
策略，你想真正的从你的 YouTube 频道里面去赚到钱，你可以看这期影片。在这期影片里面，我会告诉你5个步骤，去帮助你打造一个真正赚钱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应该避免哪些常见的误区。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这部影片点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追踪我 IG。那么下期影片再见，拜拜。